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科技，这里是全球科技排行榜每周 TOP 10，马上开始今天的播报。机器人乔丹创造世界纪录。对于篮球迷来说，乔丹在 NBA 是神话一般的存在。然而，丰田公司最近打造了一个机器人乔丹，在日本爱知县长球手势打破了世界纪录。这款代号 Q6 的机器人成功完成了一次24.55米的远距离投篮。不但是创造了机器人投篮的最远纪录，还赢得了他的第二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GWR 头衔。快看，酷毙了好吗？机器人投篮内，丰田公司的9名志愿者在2017年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并开发了这一人工智能篮球机器人 Q。Q 不断在投篮准确性和射程上取得突破，逐步从简单的罚球开始，发展到能够完成3分球投篮，甚至接球、传球、运球等多种篮球技能。Q6 背后集成了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，能够实时分析每次投篮后的误差，并对姿势、手臂位置和投篮力量进行及时调整，简直就是一个 AI 版的乔丹。但 Q6 可以连续命中超过2000个投篮，这一点估计乔丹也无能为力。看来 NBA 的伙伴们要考虑失业问题了。切尔诺贝利超级生物将拯救人类。1986年4月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后，周边2600平方公里就变成了生物禁区。任何生物体在核辐射环境里都面对基因突变、癌症和死亡风险。然而最近，科学家在切尔诺贝利放射区发现了一种微小的线虫，它们仿佛拥有超级英雄的特质，竟然在高辐射环境中活得自由自在，甚至连 DNA 都没有受到丝毫损伤。纽约大学的 Sophia Tintori 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，这些线虫拥有独特的 DNA 修复能力。他们认为这一发现可能对人类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因为只要理解了这些线虫的 DNA 修复机制，人类将开发出新的抗癌方法。希望在不远的将来，这些渺小的超级英雄能够帮助人类摆脱各种绝症。AI 开始打造机器牛马了。现在很多人比喻自己是生活中的牛马，所以大家都期待着 AI 和机器人能够解脱自己。近日，一项创新的 AI 技术问世，该技术能够让 AI 同时操控200多个机器人，协同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，实验成功率超过了90%。这项技术运用的算法包含训练和奖惩机制，机器人们通过反复试错和改进，最终达到了各司其职的分工能力。最特别的是，奖惩机制完全就是一个牛马心情指数啊！在工作上达到996或007的机器人会得到特别奖励，而躺平或摆烂的机器人则会被拉出去强制报废。在 AI 这种变态的压榨下，即使有一半机器人罢工，整个团队仍能完成任务的30%。结果显示，这些机器牛马完胜人类。等等，难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农场吗？NASA 探测器与太阳亲密接触。太阳是我们最熟悉的地外天体，但我们对它又是陌生的。美国宇航局科学负责人尼古拉·福克斯博士说，这个世纪以来，人们一直在研究太阳，但只有你真正去接触它，才有可能了解它。为此 ，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于2018年发射，迄今为止已经21次掠过太阳表面。今年圣诞节前夕，它又创造了历史，与太阳进行了一次最亲密的接触。在距离太阳表面约610万公里的地方，帕克探测器以每小时69万公里的惊人速度快速掠过。这个速度可以在1分钟内从华盛顿飞到东京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探测器外部安装了11.5厘米厚度的碳复合材料防护罩。不但抵挡住了强烈的太阳辐射，还保护了探测器内部的各种仪器。虽然防护罩最外部的温度高达930摄氏度，但探测器内部却接近地球上的日常温度。本次亲密接触，帕克太阳探测器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数据，但由于太阳太过热情，让帕克直接宕机晕了过去。这些数据在2天后才传回到 NASA， 看来下次派克再去招惹太阳的时候，一定要带上防晒霜哦。截瘫患者的最强福音。钢铁侠是无数科技宅的梦想，韩国科学技术院 KRST 的朴正书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看完钢铁侠后说道，我就想着如果能用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帮助别人，那该多好啊。
近日，他和 KRSC 的外骨骼实验室团队共同开发了一款名为 Walk On Suit F1 的革命性外骨骼，可以帮助截瘫患者重新站立行走。Walk On Suit F1 由铝和钛合金材料制成，重达50公斤，配备了强大的电机和控制算法，用于障碍物检测的视觉识别系统。另外还配有每秒监控超过1000个数据点的传感器。团队成员之一的金城焕就是一名截瘫患者，他表示，无论我在哪里，哪怕是在轮椅上，他都能自动走到我身边，辅助我站起来，这是他的最大亮点之一。随后他亲自演示了这款原型机，在外骨骼的帮助下，他能够以每小时3.2公里的速度行走，还能攀爬楼梯并侧身坐到长椅上。近日 Walk On Suit F1 在2024年赛博马拉松比赛中获得了外骨骼竞速项目的金牌。金城焕赛后表示，我想告诉我儿子，我曾经也能行走，但我希望以后能和他分享更多不同的经历。看来梦想的力量是伟大的，科技的力量是伟大的，爱的力量是更伟大的。擎天柱模型上市即脱销。年关将至，最会做生意的马斯克在特斯拉网店推出了一系列年货，有蛇年 T 恤衫、特斯拉车模，但最畅销的却是 Optimus 机器人模型，上线24小时就卖断货了。这款模型按照1:10的比例，完全仿造了 Optimus 机器人，官网售价199元人民币，由40多个独立零件和20个可动关节组成，各种造型细节丰富，极具收藏价值。同时还配备了一个迷你充电站和一个 Cyber Hammer， 可玩性很高，完全符合特斯拉粉丝的审美。作为未来最有可能率先统治世界的机器人，你现在可以把它在手中把玩成任何造型，比如跪着、趴着，甚至让它变身成舔狗，这也算是人类被奴役之前最后的倔强吧。因此，手办的粉丝褐黄牛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，都在催促特斯拉赶紧补货啦。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里的超大水库。科学家常说水是生命之源，那么地球上的水是从哪儿来的？又是何时出现的？地球之外还有水吗？近日，天文学家在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周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水库，它距离地球约120亿光年，那里含有的水量是地球上所有海洋的140万亿倍。天文学家利用强大的射电望远镜，才发现了这个黑洞及其周围的环境，并收集到了相当惊人的数据。通过分析，科学家们识别出了超大量水分子的存在，并鉴定了水库的位置和水量。据估计，整个水库占据了数百光年的空间。另外，水库里的水也不是液态水，而是水蒸气。这一发现证明宇宙中的水是普遍存在的，并且在很久以前，水就出现了。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宇宙的形成过程，还有物质是如何在宇宙中进行传播的。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是外星生物用水传播到地球上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和观点。日本民营火箭2次发射依然失败。都说 Made in Japan 是精品的代名词，但在火箭发射领域似乎违反规律了。最近，日本太空公司 Space One 的 Karos 火箭第2次发射再次失败。本次发射因为天气原因，已经比原计划推迟了3天，但正式发射后还是事与愿违。当天，火箭在升空约2分钟后出现了自态控制异常，很快火箭就开始旋转下降。控制台立刻检测到火箭的第1级发动机喷管控制系统出现了故障，为了避免坠落导致的巨大损害，火箭的自毁系统随即被触发，火箭上携带的多枚小型卫星全部报废，同时还连累了发射方事先在火箭里安放的一尊佛像。也许佛祖不喜欢物理升天，而是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吧。土豪专用版 AI 诞生。土豪的生活就是一个字，贵。AI 时代来了，土豪们也需要彰显实力的方式。近日 OpenAI 最新发布了 O3 模型，与早前发布的 O4 和 O1 相比， O3 在处理海量数据和执行复杂任务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，但更夸张的是 O3 的超能力。经过测试， O3 执行每项基准任务都使用了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计算资源，对比 O4 模型每个任务的花费是5美元，而 O1 mini 只使用了几美分。这意味着 OpenAI 的新产品虽然性能提升了 88%， 但计算资源消耗却比老产品贵了170多倍。这就好比一个1美元的汉堡，分量多了不到1倍，但价格却飙升到了170美元。除了土豪，还有谁能吃得起呢？
好在 OpenAI 表示，O3模型更适合处理世界级的复杂问题，譬如世界末日到来前，土豪应该如何进行自我保命的计划。圣诞老人的超级跨年秀。新年到了，为了告别2024，波士顿动力公司的 Atlas 机器人在圣诞节化身为圣诞老人，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行为艺术。这个99.9999%的地球人都无法做到的后空翻，意喻着大家一起翻转日历，超级跨年。